8月22日晚，那英北京5棵松演唱会结束后，舞台上的热闹并没有立刻散去。对于那英来说，这不仅是一场普通演唱会，更像是一场多年好友的大聚会。台上唱了数十首歌曲，台下又来了许多圈内好友。演出结束以后，大家自然少不了庆功、聚餐和聊天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看似普通的电话，却意外制造出了整晚最有趣的名场面。据宋佳后来分享的说法，那英散场后曾联系肖战，半开玩笑地邀请他过来吃饭，甚至还顺带把买单这个任务交给了他。结果，电话那头短暂停顿了一下，肖战没有直接答应参加饭局，而是用一种非常干脆的方式回应，饭局自己就不去了，不过如果需要买单，可以把二维码发过来。短短一句话，立刻让整个饭桌笑翻。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个回答特别有意思？因为它既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客套，也没有把关系说得特别煽情，而是简单、直接，还带着一点年轻人的幽默感。不去吃饭和愿意买单，听起来似乎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，但放在这个场景里，却形成了一种非常巧妙的反差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种回答恰恰很符合很多年轻人的社交方式。热闹可以不参加，但朋友之间的情分不能少；饭局可以婉拒，但该承担的礼数不会逃避。于是，发二维码这4个字迅速成为网友讨论的焦点。有人觉得这是高情商式拒绝，有人觉得这是社交恐惧症的教科书操作，也有人单纯觉得画面感太强。想象一下，一群明星坐在饭桌前聊天，电话打过去邀请肖战，结果对方没有出现，最后却让大家把二维码发过去，是不是光想想就觉得很好笑？但如果只把这件事当成一个娱乐段子，其实有点可惜，因为真正值得讨论的并不是谁买单，而是肖战在这个场合中的分寸感。很多时候，娱乐圈里的社交比普通人的饭局复杂得多。一张饭桌上坐着谁，往往就意味着不同的年龄、资历、身份和关系。如果按照相关现场信息来看，那英这次演唱会吸引了不少圈内好友到场。这样的庆功饭局本身就属于比较典型的熟人聚会，如果肖战真的临时加入，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可是换一个角度想，他作为年轻一代艺人，加入这样一桌前辈好友的聚会，实际上也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多社交压力。他来了，大家可能会照顾他的感受，媒体和网友也可能把注意力从演唱会本身转移到明星饭局上。一旦有人拍到相关画面，又会出现新的讨论。所以，有时候真正成熟的社交，并不是别人叫你就一定要去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出现，什么时候应该把空间留给别人。这一点，在那英的演唱会上，其实已经体现得非常明显。肖战真正需要出现的地方是舞台，因为1年前，那英曾经邀请过他，而肖战也曾经给出过明确回应。既然答应了，那么到了正式舞台上，他就用实际行动兑现承诺。这比演出结束以后继续参加一场饭局更有意义。所以，拒绝饭局与重视朋友其实并不矛盾。恰恰相反，一个人如果能够把不同场合的轻重缓急分清楚，往往才是真正懂得人情世故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网友看完这个故事之后，会觉得肖战的回答特别有意思。他没有用长篇大论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去，
也没有制造过多的情绪表达。一句发二维码，直接把复杂问题变成了一个简单动作。既然不方便到场，那就换一种方式表达心意。这就是成年人的社交智慧。如果说发二维码是这场演唱会之外最轻松的笑点，那么肖战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，其实还是舞台上的那份兑现。那英和肖战的缘分，并不是从这次演唱会才开始。早些年，两人曾经在音乐节目中合作过，从前辈与后辈，到节目里的搭档，再到多年后的再次站上舞台。这段关系最大的特点，并不是高频互动，而是彼此之间始终保留着一种自然的信任。据相关现场内容，当晚两人再次合作演唱歌曲，7年前唱过的歌，在多年之后重新站到同一个舞台上，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。年轻时候的合作更多是节目安排，而多年之后的再度同台，则多了一层兑现承诺的意味。此前那英曾经问过肖战，如果自己举办演唱会，他会不会来？肖战回答得很干脆。而1年后的8月22日，他真的出现了。这种说过的话，最后真的做到了的感觉，才是这场演唱会最打动人的地方。很多明星之间的关系，可能会随着工作变化而慢慢减少联系。今天合作一个节目，明天可能各自忙于新作品。因此，当多年以前的一句随口邀请，在多年之后真的变成现实，就会让人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慨。这也是为什么那英在演唱会现场特别感谢肖战以及他的工作团队。对于观众而言，这或许只是一句话，但对于当事人来说，它背后可能是一份持续了1年的约定。而肖战在台上的表达，也让这种关系显得更加自然，没有过度煽情，也没有刻意制造所谓世纪同框，就是站在舞台上，把歌唱完，把答应过的事情做到。这样的互动反而更加耐看。这场演唱会为什么能够产生这么多讨论？其实很大程度上，就是因为肖战身上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反差。舞台上的他相对安静，唱歌的时候，他更习惯把注意力放在作品本身，接受镜头注视时，也经常给人一种克制、斯文的感觉。可是电话里的那一句发二维码，一下子把这种距离感打破了。网友突然发现，原来镜头前看起来比较安静的人，私下开起玩笑来，也可以非常直接。这种反差之所以容易引发讨论，是因为它没有刻意设计的痕迹。如果一个明星为了制造热搜而故意说一句夸张的话，观众反而容易觉得是在营业。但发二维码这种表达，恰恰因为简单，才让人觉得有生活气息。当然，我们也需要注意一点，关于饭局细节，目前主要来自现场分享和相关转述，具体对话究竟每一个字是什么，并不适合被无限延伸。娱乐内容可以轻松讨论，但不能因为一句玩笑就把它加工成不存在的剧情。这也是看明星新闻时很重要的一种态度。我们可以笑，可以讨论，也可以欣赏其中的幽默，但不应该为了制造所谓爆炸性新闻，把朋友之间的正常互动硬解读成其他故事。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明星之间的关系。肖战和那英能够再次合作，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。至于饭局到底最后由谁买单，桌上究竟聊了什么，某一句话是不是完全按照网络转述的版本发生，这些都应该保持适度的距离。真正有价值的，
是我们能够从公开信息